你好呀，這裡是貓貓的投資筆記。STS 現在已經有13顆衛星在軌，合同積壓也漲到了13億美元，但最新一個季度真正確認的營收只有3152萬美元。一個是幾十億美元市值的太空通信夢想，一個是還沒過億的季度收入，這中間巨大的落差，就是 ASTS 最吸引人也最危險的地方。這家公司做的是衛星直連普通手機，不需要衛星電話或者額外天線。上一期 ASTS 的價格是71.45美元，我給出的評級是觀望，偏投機性質，不建議追高。現在最新價格是71.52美元，幾乎沒動，但公司內部發生了不少變化。我把最新財報、發射進度、現金儲備和估值重新過了一遍，結論先說，評級繼續觀望。好消息是資金鏈比上一期穩了，衛星和訂單也在增加，問題是商業化收入還沒有真正啟動。現在的價格依然是在提前購買未來成功。先看4個最關鍵的數字，第一個是3152萬美元，這是第二季度營收，去年同期只有116萬美元，所以同比增幅看起來非常誇張。但這筆收入主要來自網關設備交付和美國政府項目里程碑，真正面向普通用戶的卫星服務到第二季度結束時仍然沒有確認收入。換句話說，技術已經飛上天，商業模式還沒有正式落到利潤表裡。第二個是13億美元，這是商業夥伴和美國政府合同積壓，其中政府項目超過 1.25 億美元。不過積壓訂單不是當期收入，還要經過交付、驗收和服務啟動才能進入財報。第三個是13顆，這是最新的在軌衛星數量，藍鳥8到13在50天內完成發射。公司表示14到16號衛星即將發運，17到46號處在不同的生產和組裝階段，這說明製造節奏在提速。但上一期市場關注的是2026年底實現45到60顆在軌，這次公司沒有繼續重複這個明確目標，改成強調2026年啟動測試服務，措辭變化很小，背後的時間表卻值得盯緊。第4個是超過37億美元，這是7月可轉債融資後的備考現金，新融資11.5億美元，轉股價149.20美元，公司估算有效稀釋低於 2%， 資金鏈風險下降，但公司仍依賴資本市場建設衛星網絡，訂單、衛星和現金都在進步，可是進步多少已經反映在股價裡，還要看走勢和估值。過去52周最低 36.08 美元，最高 133.86 美元，現價位於整個區間大約 36% 的位置。從133美元高點看，股價已經回撤將近 47%， 但從52周低點算，又差不多翻了1倍。所以現在既不能簡單說在高位，也談不上便宜。技術面上 RSI 為 53.5， MACD 靠近0軸， ADX 為 19.8， 趨勢強度不足。短線壓力先看75到80美元，進一步壓力在90美元，下方第一支撐是62到65美元，強支撐在50到55美元。現在更像震盪區間上半段，不是舒服的追漲點，技術面只能說明短線位置，真正的矛盾還是估值。接下來聊聊 ASTS 目前最核心的部分，市場究竟在為什麼付錢？按全部經济权益股數估算，71.52美元對應的股权價值大約278億美元。公司維持2026年全年 1.5 億到2億美元收入指引，中值是 1.75 億美元。用這個數字計算，預期市銷率大約159倍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現在花159美元購買公司今年預計產生的1美元收入，而且這1美元目前還沒有形成利潤。就算拿13億美元合同積壓來對比，市值也相當於積壓訂單的21倍。傳統市盈率完全不適用，因為公司還在持續虧損。第二季度歸母淨虧損 2.31 億美元，調整後經營費用 1.19 億美元。公司已經投入約23億美元建設衛星、發射、地面站和生產設施。現在的估值不是在給現有業務定價，而是在假設未來全球衛星直連手機網絡成功建成，再把多年後的收入提前折算回来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 ASTS 已經簽下超過60家移動運營商合作夥伴，覆蓋30多億用戶。美國大陸已經通過7個網關激活3000個數字蜂窩，歐洲、加拿大、日本和沙特也在推進網絡測試。Block 1衛星已經演示接近100兆比特每秒的速度，Block 2目標接近200兆比特每秒。
技術路線並不是只有 PPT， 確實有在軌驗證和合作夥伴支持。問題也很實在。第一，核心服務收入仍然是0，商業模式還沒完成最關鍵的驗證。第二，發射、監管、審批和地面網絡任何一環延期，收入都會往後推。第三，公司上半年投資現金流出接近 9.8 億美元，未來仍然是重資本模式。第四，星鏈等競爭對手也在推進手機直連， ASTS 的技術優勢最終要落到覆蓋、價格和用戶體驗上。我基於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經營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95到120美元，需要測試服務順利轉為商業服務，衛星發射明顯提速，全年收入超過2億美元，同時政府項目繼續擴張。這條路徑對應 33% 到 68% 的上行空間，基礎情景概率 50%， 目標價55到75美元。測試服務在2026年啟動，收入完成現有指引，但商業化和發射節奏繼續比市場最樂觀的預期慢。公司方向沒錯，股價卻需要用時間消化估值。當前 71.52 美元已經靠近這個區間上沿，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30到40美元。如果測試服務推遲到2027年，後續發射繼續延期，全年收入低於 1.5 億美元，或者現金消耗迫使公司再次擴大融資，市場就會重新評估商業化成功率，對應 44% 到 58% 的下行空間。把3種情景加權以後，參考價值大約 68.8 美元，略低於現價。這不是說公司沒有前景，而是當前價格提供的容錯空間仍然太小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還沒有持倉的話，71美元附近不追，第一觀察區間放在50到58美元，這裡接近前期支撐，也能讓未來收入對應的估值稍微合理一些。進入這個區間後，重點檢查測試服務有沒有按時啟動，14到16號衛星有沒有順利發運。如果股價回到38到45美元，而測試服務和發射節奏沒有再次延期，可以考慮第二批。已經持倉的話可以繼續觀察，但75到80美元會先遇到壓力，95美元以上適合分批降低投機倉位。需要重新評估的條件也很明確，測試服務延期到2027年，後續發射明顯低於計劃，全年收入低於 1.5 億美元，或者融資稀釋明顯擴大，任何一條出現都說明時間和資金成本開始超過原來的假設。總結一句話， ASTS 正在把科幻故事一步步變成衛星、訂單和測試網絡，但還沒有變成穩定的商業收入。公司比上一期更穩了，70億美元的股價卻依然需要更多執行結果來證明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ASTS 或者衛星直連手機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